叫小梦，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还有一群很好的朋友。有一天，我爸爸的公司破产了，从那以后，我的生活也发生了许多大的改变。你走吧，你这个没用的男人！妈妈又在大声训斥爸爸了。妈妈的训斥声每天都会在我耳边响起。是啊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在我眼里，我多么希望我的爸爸妈妈能够和好啊！每每想到这个，我的眼泪都会默默地流下来。第二天，你在干什么？妈妈大声地说道。你不想吃，别人想吃。爸爸也不屈服。那又怎么样？我早就受够了你。当我看见爸爸妈妈吵架这一幕的时候，而我只能默默地收拾着碗筷。毕竟这次已经是他们第20次提离婚了。当我收拾完碗筷后，正要准备出门去上学，我冷冷地对爸妈说了一句：爸妈，我上学去了。于是我就一个人离开家里去学校了。上学的路上，我一直都在想，如果我的爸爸妈妈真的离婚了，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对呀，我还有一群好伙伴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心情也不会那么难过了。到了学校里，表姐，我们来玩过家家吧。这时表妹在叫我呢。表妹一直是我的好朋友，有她陪在我身边，我感觉很开心。表妹又跟我说道，表姐，今天你来当仆人，我来当公主好不好？这时我只好高兴地答应了表妹，因为我害怕失去她这个好朋友。上课铃响了，我跟表妹一起气喘吁吁地跑回了教室。报告，老师说进来吧。于是我就坐回了我的位置上。当我坐下来后，我看见其他的同学都在看着我，我感觉得到其他的同学都在默默嘲笑我。是啊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富家女了，怎么还会有人给我撑腰呢？放学铃响了，放学了。平时的我本该很开心，我飞快地跑出了教室。当我来到学校门口后，我发现妈妈今天没有像往常一样来学校门口接我，于是我只好自己一个人走回家。此时的我一直都在想，妈妈为什么老是这样呢？以前的点点滴滴她都忘了吗？就在我想得很入神的时候，突然有一辆大卡车朝我飞奔过来，一声巨响，我昏迷了过去。卡车司机吓懵了，他看着血淋淋的我，就连忙拨打了120。在加州，妈妈说道，你这个臭男人，我受够你了。爸爸也说道，我也一样，别以为我不敢打你。电话声响起，妈妈说，我去接个电话再和你吵，我告诉你，掂量掂量你自己。于是爸爸就不屑地在一旁坐了下来。喂，谁呀？妈妈大声说道。医生说，你好，请问你是小梦的家长吗？妈妈回答说，是啊，怎么了？医生回答道，你的女儿遭受了车祸，请到人民中心医院来一下。妈妈想着，呀，我忘记去学校里接女儿了，这是骗子吗？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呢？算了，还是去看看吧。说着说着，妈妈就赶紧拿着车钥匙，正要出门时，妈妈就被爸爸拦了下来。你个臭女人，还想开我的车去哪儿？妈妈大声说道。不关你的事吧。爸爸说道，这是我的车，快把我的钥匙还给我。于是爸妈又开始争吵起来了。在医院里，我躺在病床上，一直在等着爸爸妈妈来看我，但是他们迟迟未到。他们的心里真的有我吗？此时的我多想回到以前呢。半年前，小梦还是那个富家千金，她的爸爸妈妈还是那么的和睦相处。有一天，小梦高兴地对妈妈说，妈妈，今天是我的生日哦。妈妈假装神秘地对小梦说，是呀，我闺女又大了1岁了呢，今晚妈妈有惊喜给你哦。于是小梦听了妈妈的话，她满怀的期待着，因为以往的生日，爸爸和妈妈每次都会给小梦买很多很好玩的礼物，但是今年的礼物又是什么呢？她想着想着，心中充满了满满的甜蜜。就在这时，噩耗突然传来。你好，请问你是吴先生的妻子吗？爸爸公司里的客服打电话来了。妈妈说，是的，怎么了？客服再次说道，你先生的公司今天开始宣布破产了。电话被摔在了地上。
你说什么？妈妈崩溃地说。此时，小梦在客厅旁边静静地听着妈妈与陌生人的谈话。妈妈调整心态，便走过来对小梦说：孩子，你今年的生日礼物，妈妈可能不能给你了。小梦回答道：好的，妈妈，没事的。小梦话说完后就转身离开了，她躲在一个角落里，偷偷地抹着眼泪。小梦想着想着，眼泪就禁不住地流了出来。她心里想到，那些也只是回忆罢了，要是能回去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。但是这一切再也回不去了。此时，小梦一直躺在医院里的病床上。这时，妈妈的脚步声突然向小梦的耳边传来，她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在医院里，小梦想起之前的一切时，她禁不住地流下了眼泪。她想到，难道我之前拥有的不过就是表面情谊吗？此时，小梦不敢哭出声来，因为她的心比她身上受到的伤害还要更痛。医生说：哎，家长还没来吗？我真没见过有这么不负责任的家长啊。就在这时，呼呼，妈妈气喘吁吁地来到了医院，她什么都不管的就冲进了病房。小梦看到妈妈终于来了，她便泣不成声了。医生问道：请问你是病人的家属吗？妈妈说：是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了呀？医生说：你好，你女儿此次的手术费用需要缴30万，另外住院费用是5000，请问你有足够的钱吗？这时，小梦并没有听见妈妈以前总说的给，必须给，咱家又不差那点钱的话，而妈妈今天却是一片沉寂。此时，小梦的心都要碎了。小梦说：30万，那可是30万呢，而且只是手术费，我爸爸的公司可是刚破产呢。小梦的大脑突然一片空白，再加上刚刚被大货车撞得不轻，她瞬间就昏了过去。小梦说：难道我是快要死了吗？不行，我不能死，我一定要活下去。下集重生。